你好，我是有为。这一集是有关多肉植物浇水方法的介绍，这是我自己小小的心得，以及我用到现在的一些浇水方法。各位朋友，你们是不是都听过一句话：浇水10天功？不管是种植观赏植物，像是观叶、鹿角蕨、香草植物、多肉植物，或者是农作物，浇水都是一件大事。多肉植物更是难搞，就连病因它都不让你知道，一言不合它就会黑掉。今天呢，来介绍我平时是怎么浇水的。就像之前说的我不是断水派，就算夏天我也会拿水管直接浇水，直接洒。那我能够这样子浇水最大的原因呢，是通风。多肉植物其实它怕的是闷热的盆土，并不是害怕高温。我们想看看如果夏天我们穿着没有干的袜子，然后再穿鞋子，那一定是很热很不舒服的吧。多肉植物也是同样的，因为我们把它种在盆器里面，能容纳的这个土呢其实很少，就把土想成是脚，盆器是袜子，那要怎么不在夏天得湿疹呢？这是一个举例啦，适时的降温嘛，保持空气流通嘛，这样子就能帮助多肉度过炎炎的夏日。具体的方法要怎么做呢？除了之前聊过的拉黑网，另一个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浇透水，浇到流出来的水呢，不是温热的状态。聊到这里，是不是有人要反驳我？有人想要就是攻击了？先不要急着戳我，我们细细的来聊聊它的好处跟坏处。最大的好处呢，就是能够用不下药的方法赶走我们都最讨厌的叶螨。因为叶螨它很小，小到肉眼都看不到，然后能够看到的那些叶螨其实都已经是成虫了。它可以在一天就下来50个到100个蛋，然后7天再继续生长下一代。因为它这么麻烦，所以大家都很困扰，对吗？尤其是它的抗药性又非常的强，我们可能要常常换农药。那我们如果使用这样子浇水方法的话呢，比较能够抑制它的群族，不要让它太多。虽然没有办法达到完整的就是灭绝，因为不可能灭绝的，叶螨是在植物的上面都有，它是杂食性的东西，无论你是辣椒或者是青菜或者是农作物上面都会有叶螨。因为它很小，所以它的呼吸器官其实也非常的脆弱，只要喷洒水就能够达到抑制叶螨数量的效果。不过如果你已经太多叶螨了，效果就不会那么好，你就要搭配像是洗碗精或者是甲壳素的方法。我后面会再做一集使用甲壳素对抗叶螨的心得，敬请期待哦。那第二个好处呢，就是降温。大量的浇水有助于降低盆土里的温度，让多肉不要休眠，缓慢的生长，对抗热障碍。多肉的原生地呢，大多是高山或者是沙漠，是一个干旱的气候。白天的高温其实比台湾来的更高，不过它们的气候都并不会那么潮湿。多肉是为了储存水分，才演化出上面我们看到这个多肉质的部分，这个叶子来储存水分。那它们的呼吸作用也跟一般的植物不一样，它们都是在晚上的时候进行，跟我一样是个夜猫子，晚上才开始工作。那问题就来了，到底浇水的时机怎么抓？首先呢，我们打开手机看看今天夜晚的温度，如果温度呢在28度以下，今天的盆土也很干了。傍晚4、5点的时候有风，那我们就去浇水吧。不过因为每个人的环境、配土、水分干燥的程度都不一样，那我这里就提供我一个做法给大家当做一个参考。我种植多肉的地方在顶楼，附近其实也没有太高的建筑，四面八方都是一个有风的状态。那我在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浇水，到晚上7、8点，盆土里面的温度呢也不会到30度，加上蒸发的速度，到隔天盆土也不会积水，这样就可以尽量避免黑腐。从这2年来看呢，我觉得这样蛮适合我的。那要怎么做呢？需要注意的地方有3个。第一个，水塔的水在夏天是很烫的，你要先放掉变凉爽再来浇，不然多肉会煮熟，那你就把根煮熟了，多肉就死掉了。第二点，
太阳太大呢，就晚一点再浇，你要避免多肉晒伤哦。第三，浇透水，直到滴出来的水变凉。白天的辐射热呢，会吸在盆土里面，就像我们晚上摸家里靠外的这个墙壁一样，会很热，温温的，有没有？浇透水的用意呢，也是在把这个热度带走，这样后续给的养分啊、补充液啊、维生素 E 啊，才不会还没有吸收，它就快速的变质，导致黑腐。我的补充维生素 E 就是光合菌跟活力素之类的。最近因为对抗虫虫的关系，还会加甲壳素。目前收了一盆，因为它一直淋雨，受不了。比例的部分要请各自参考产品上的建议使用量，薄肥勤湿，这样才能达到好效果，又不会叶伤哦。使用补充液也是要浇到盆底透出水，才能换下一盆。那优点讲完了，我们来聊缺点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耗水，因为浇2次，还有后续的易肥，虽然1周只浇1次，其实感觉好像也还好嘛，不过就是会耗掉大量的水，不是很环保。第二个呢，也是最大的缺点，就是如果今天环境或者是气候天气的部分没有那么通风，有可能藏在叶间的水分呢，就会变成黑腐病的凶手，有一些机会会果冻。所以我也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听到我说用水管直接浇水，你可能会不喜欢、不认同之类的反应。那我也没办法提供一些意见给阳台族或者是重在其中的朋友。但我自己的门口是养得蛮好的，除了一些追光变形啊，还有蚂蚁很烦，其实也都养得不错。那除了暴力直接浇的方法，还有一个叫做泡盆，这个我也会使用。不过泡盆就只限于已经稳根，然后上方不好浇透的这些多肉。这个方法的水分呢，会浇的很多，毕竟是让多肉泡在这个水里面自己吸收嘛。那如果不是根系发达的多肉，它也很容易会黑腐哦。那它的优点呢，就是你只要计算好吸饱水的时间，拿起来就不会耗掉额外的水，是比较环保一点的方法。第二个呢，是易肥、活力素或者是其他的光合菌，你都可以一起加进去，只要一次工就完成了浇水。缺点的部分，我想到的就是第一个太重了，多肉一个端盘这样搬来搬去，是有一点重量。但如果你要当做健身啊，我觉得好像也还可以啦，还好，其实也没有到那真的那么重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上面如果有虫、有叶螨，就没办法顺便处理。不过我们只要使用喷瓶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，其实也不太算是什么缺点。以上呢，就是我2种浇水的方法。我个人是倾向用第一种拉水管直接浇的方式。那就会遇到朋友会问说，有为你有在吹水珠吗？答案是没有哦。然后我们拉回来一下，我们回到这个浇水的时间点，我大约都在下午的4点到5点浇水，这时候太阳就下山了。吹水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像是在日本，像是在韩国，他们的纬度比较高，他们的太阳，应该这样说齁，辐射比较高，但是气温低，有可能太阳在上面这样子照到这个水珠，会让多肉去晒伤。但我们是在台湾浇水的时间跟他们不太一样，所以要不要吹就看你个人的觉得啦。我是觉得不太需要啦，因为通常我们在傍晚浇，太阳下山了以后，晚上就有风嘛，它会带走叶面的这些水分。然后夏天的现在我们有拉黑网，其实我觉得不会怎么样那我们再来讲这个浇水的频率，因为现代人工作的关系，包括我自己，我都是放假才会浇水的，等于是1周1次。盆土呢，以3寸盆来看，大概5天就会全干，剩的2天呢，会等于是让它去太新这些老旧的根系，也就是像刘家花园的 Alan 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前辈在说的大干大湿，这样子的浇水频率呢，适合我这边的3寸到5寸的盆。那如果是2寸呢，你可能养小小的1寸的这种，
大概2-3天你就要浇了耶。我觉得我之前的心得就是觉得应该要养同一个尺寸，不然我们现代人这么忙，有这么多事情要做，其实你也没有其他的力气去照顾它吧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这个浇水的方法，给你做参考。这个是我觉得适合稳根的多肉哦，那就是查看气象报告，当天的夜晚温度28度以下，傍晚浇水，每盆要浇2次，让水带走盆土里面的温度。最后一次就是补充易肥、活力素、光合菌之类的好菌。天气如果太热，天空没有半片云，你晚一点，到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再来浇水。祝大家都能好好的度夏。如果有其他的问题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。如果我知道的、办得到的，会尽量解答大家。有帮到你，那就太好了。谢谢你的收看，我是有为，拜拜。你总会过去，日头一出来，有缘故是好天气，有一个